完美世界179集，龙宇向10号提出结盟，10号再次秘境探宝，跳下黑渊听到了召唤。上集最后，10号在方室遭遇了偷袭，被10号轻松应对。就在这时，龙宇出现了，他背负灰色翅膀，头长龙角，他以军道使者的身份向10号提出结盟的请求。10号问道：“你家大人是谁？”龙宇轻语道：“军道。”青衣、曹雨生、小兔子都吃惊。军道，一个与10冠王、6冠王宁川齐名的古代怪胎。龙宇带着一脸诚恳向10号透露了一个重大的消息：冥土、天国、神庙这3个强大的势力已经联合起来，准备对付10号。面对这样的局势，10号质疑军道为何还要选择与他结盟，毕竟这样的联盟似乎会将军道卷入一场不必要的风波之中。龙宇对10号的潜力充满信心，认为他有能力超越现状，达到更高的境界。他表明军道与那3个势力的关系并不和谐，这也是他们选择结盟的原因之一。10号冷静地询问，即使双方联手，是否就真的能够击败那些强大的敌人？龙宇回应称，军道的力量不容小觑，他们拥有众多高手，特别是舵神子。提到舵神子，10号的眼神中闪过一丝锐利。这个名字对他来说并不陌生，因为他的2位师兄曾被舵神子击败并逐出至尊道场。这段过往让10号对舵神子印象深刻。10号以他的实力和自信，本不相信古代怪胎之间会有结盟的必要。然而龙宇却以形势所迫为由，解释了为何即便是古代的王也需寻找盟友以自保。龙宇强调，即便是10号这样的强者，面对联手的敌人也可能陷入危机。他提出，古代的王各有千秋，但若不迈出至高无上的一步，单独面对联手的攻击，即便是他们也难以抵挡。因此龙宇建议10号联合同路者，以增强自身的力量。10号对此表示了理解，尽管他内心平静，没有立即表态。旁边的曹雨生和青衣默默聆听，内心对古代怪胎对10号的认可感到惊讶。龙宇进一步劝说10号结盟，以在仙谷中自保并争夺大造化。10号表示会考虑，但他对天国猎杀者等人并未放在眼里。龙宇则郑重告诫10号，天国的古代怪胎极为危险，他们的实力足以令10冠王和宁川等强者严阵以待。龙宇还透露了神庙古圣子的9天10地经的强大，以及冥土黑暗神子的恐怖。后者是一具古尸，觉醒后拥有金刚不朽的肉身和神秘的力量，即便是军道和舵神子也认为他可能比古代的王还要恐怖。最后龙宇分享了一条未经证实的消息：6冠王宁川出关并正在整合力量，胸巢中的神秘人也出世并结盟。这些消息令在场的所有人感到震惊，意识到仙谷的局势正在迅速变化。在仙谷的动荡时代，强者如云，但宁川和10冠王这样的存在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，他们的力量足以令他们迈出那至高无上的一步。而10号亲眼目睹了胸巢中神秘人物的威势，深知其力量之强大早已超越了常人的想象。曹雨生感叹仙谷即将陷入混乱，龙宇则借此机会劝说10号慎重考虑结盟，以共度难关。10号经过深思熟虑，终于点头同意，但他的心中却早已有了计划，希望立刻解决来自天国和冥土的威胁。龙宇提醒10号不可心急，因为天国的古代怪胎和冥土的黑暗神子都不是一羽之辈。他提出，只有在确保有把握的情况下才能发动攻击。小兔子好奇地询问何时才算有把握。龙宇说道，当他们这边有人迈出关键的一步时，而舵神子即将成功迈出最后一步，这让青衣和曹雨生都感到震惊。舵神子，数千年前的仙谷争霸魁首，以其新人之姿斩杀古代怪胎，震惊天下。10号对此表示赞叹，同时也意识到了形势的严峻。龙宇进一步提出，如果10号能将得到的仙体给军道和舵神子参悟，他们必有突破性进展。他承诺军道和舵神子不会白白参悟，会以等同价值的至宝交换。10号对此表示期待，如果至宝价值超凡，他不介意拿出仙师。龙宇激动地离去，承诺将10号的意思转达给军道。打神师指出，龙宇使用了破戒符离开，难以跟踪。小兔子感到形势的紧迫，决心自己也要迈出那一步。青衣质疑龙宇的话是否可信，10号则深邃地分析，认为龙宇的话有些为真，有些不可信。10号深知自己已经修出仙气，立于不败之地，无惧任何强敌。修出仙气的人根本不需要联盟。龙宇对10号的了解远远不够，尤其是他们之间的深仇大恨。舵神子这个名字在仙谷中令人闻风丧胆，他不仅力量强大，而且手段狠辣，曾在初次进入仙谷时便斩杀3冠王，震惊了整个世界。而在一个未知的小千世界中，军道与舵神子相遇于一座古老的洞府。军道对舵神子的精进表示惊讶与羡慕，舵神子的仙气即将成型，但他在关键时刻却停下了脚步，担心最后时刻诡异与不祥的出现。军道则透露了一个可能的转变，认为仙谷内的诡异与不祥可能已经消退。舵神子对此感到震惊，但也被军道的消息所吸引。军道提到，有人已经成功冲关而未遭遇诡异与不祥，这或许意味着仙谷的环境正在发生变化。然而他们也意识到，
真正的挑战在于能否降服自己的道。许多强者最终都是败在了自己的道路上。君道请求堕神子闭关，迈出那关键的一步，而堕神子承诺，一旦成功，将为君道取得10号手中的仙尸。10号一行人再次踏上了寻宝的旅程。小胖子说道：“堕神子若知10号到来，必会出手。”令小兔子既兴奋又紧张。10号决心等待堕神子的出现，他要为2位师兄讨个说法。若堕神子赶来，正好一决高下。一行人决定在藏城中转一转，希望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造化。藏城繁华而混乱，没有城墙的束缚，这里有方士、古城区，各色人物汇聚。城中的暗红色山地是上一纪元大战的遗留，土地下埋葬着稀世珍宝。尽管土层坚硬，但仍有不少人在此挖掘，希望发现宝物。不久，山地中传来惊呼，一颗赤红如血的珠子被发现，引发了一场争夺战。10号等人意识到，这里虽有宝物，但同样充满了危险，即便是发现者，也可能因无实力保护而丧命。10号利用天眼在大地上搜寻，却未发现任何神珍，只有一些兵器碎块和普通器物，对他来说已无大用。小兔子抱怨小胖子带错了地方，而小胖子则提到藏城中有一个充满异象的地方——黑渊，那里肯定藏有宝物。黑渊位于藏城中心，深不见底，周围聚集了众多生灵，却无人敢于下探。传说中有仙器遗落于此，但无人能取得。10号感到深渊下却有神物，却被一种契机蒙蔽，使神识无法探知。曹雨生解释道：“黑渊是藏城最恐怖的地方，下去的人神识会被吞食，极为危险。黑渊直径万丈，岩壁古老粗糙，从未有人触及底部。原住民中的至强者也是其为禁地，不再踏足。黑渊外，众多生灵围观，包括人马族和古魔族等原住民。他们希望外来者能从深渊中带上宝物，愿意以惊人的宝物交换。但黑渊的恐怖使得所有人都望而却步。外来者在这里不敢造次，因为原住民的族群中存在着令人敬畏的力量。10号使用天眼试图看透黑渊的秘密，但深渊中的规则与力量阻挡了他的视线，连天眼也在这里失效。曹雨生解释说，黑渊内部极其危险，运气好的人可能走得比教主更远，运气不好可能100丈之内就会丧命。青衣担心10号的安全，劝他不要犯险下探，但10号感到一种莫名的吸引，似乎深渊中有东西在呼唤他。他提醒伙伴们小心天国的袭杀，然后独自向深渊进发。黑渊崖壁上，许多探险者正小心翼翼地攀爬，但这里的危险远超人们的想象。一旦深入，不仅无法飞行，连神识也无法探出，否则会受到严重的伤害。10号凭借强大的元神，短暂尝试后未受损伤，但他也不敢再探出神念。他发现深渊中的视距被严重限制，即使使用天眼，也只能看到100丈之远。在黑渊内部，历代探险者留下的足迹早已将这里的宝物搜刮一空。10号一路下行，速度极快，他没有去寻找普通的兵器材料，因为他的目标是更深处的神秘宝物。随着深度的增加，10号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，深渊中的符文越来越恐怖，但他也发现了一些珍贵的碎片，如心经碎片以及残缺的兵器。在下行至1300丈时，10号几乎遇险，深渊中的符文差点将他掀翻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他看到了下方的一点晶莹，2片柳神的叶子碧绿剔透，生机勃勃。10号震惊地发现，这里曾有柳神的踪迹，但那呼唤他的存在却并非柳神，这让他心中充满了疑惑和好奇，决心继续下探，寻找深渊中的秘密。10号取出丹炉护体，以应对深渊中的黑暗与危险。随着他不断下行，深渊的岩壁变得越发粗糙，不时有波动扩散。丹炉在石壁符文的冲击下矩阵，保护着10号不坠入深渊。10号心中疑虑，不知道自己能否继续下行，但他决定依靠丹炉的超凡防御力，尽可能深入探索。当到达2000丈深时，丹炉再次遭受剧烈冲击，岩壁上的纹络如同锤子般打向他。丹炉发光，龙吟凤鸣声中，10号得到了保护。在深渊中，10号已经看不到其他生灵，他意识到自己可能已经接近许多强者的极限。在一番犹豫后，10号决定再次尝试下行。他穿上了一件破烂甲胄，这是他在元天秘境中得到的。穿上甲胄后，10号感到一股温暖，甲胄发光，与深渊产生了共鸣。深渊上的观察者们惊讶地看到光团闪耀，猜测是否有仙气出土。10号感到震惊，但也借此机会快速下攀。穿着甲胄的10号顺利下行，沿途的波纹消失，石壁恢复宁静。10号快速下行，转眼间已是3000丈，深渊中寂静而黑暗。在下行过程中，10号听到了噼啪声，见到了一串火花，这是崖壁上的闪电余波。他身上的甲胄更为明亮，散发蓬勃气息，发出雷鸣声，冒出电弧。10号意识到雷帝曾在这里击杀过强大的生灵。10号心中波澜难平，越发好奇深渊底部的秘密。他决定继续下行，甲胄的光越发明亮，他的速度也越来越快。转眼间，10号已经下行了13000丈，但深渊依旧深不见底。当他深入到难以想象的地步时，鲲鹏法的自行运转让他背后浮现出一对翅膀，与深渊中的气息共鸣。10号发现了破碎的鲲鹏鳞片和断羽，
以及一滩紫黑色的血，这些都昭示着这里曾发生过逆天的战斗。石浩意识到，这可能是一处属于上一纪元的古战场，最强大的生灵们曾在此激战。深渊的石壁中蕴含着无上的符文和盖世法阵，使这个地方历经战斗而依旧坚固。在5万丈深处，石浩发现了可能属于凤凰的残羽以及干涸的血迹，这些发现让他确信这是一条由无上强者在激战中造就的路。下行至9万多丈，石浩再次感应到柳神的气息，并发现了一根金色的柳枝，上面长着一串黄金叶片，尽管衰弱，却依旧有神力波动。石浩震惊地发现，柳枝定杀了一个残缺的生灵，这个生灵的骨骼异常高大，尽管只剩下胸骨，却在石浩的神力波动下化为了齑粉。柳枝被石浩小心翼翼地拔出并保存起来，这是上一纪元柳神的遗物。最终，石浩到达了深渊底部，发现了无尽的骸骨以及一座宏大而古老的祭坛。祭坛散发着混沌气，有着沧桑的气息，祭坛上有各种未干涸的血液，保留着当年的仙道威势。石浩感到震撼，他看到了昔日的景象重现，九龙拉关逃离祭坛，仙古纪元的生灵败退，这是一条仙路，他们从这里逃走。祭坛再次发光，时空扭曲，一口模糊的顶视图显化在祭坛上，却难以真正出现。石浩看到了顶上的血迹，听到了呼唤，有人在召唤他参与大战。他感到震惊和愕然，不明白自己能做什么，为何会被呼唤至此。